家主，老朽自知修为低微，但天赋异禀，尤其擅长伪装，行走世间数百年，从未被人看破根脚。若能成为小公子的启蒙老师，并能将这身保命的绝活倾囊相授，你的天赋倒也算接地气。家主慧眼，老朽这天赋就是往土里一埋，不仔细刨，确实分不清你和别的生姜有什么区别。家主，您怎么一块成了精的老姜也敢妄谈收徒？我苏家的功法堂堂正正，不需要你这等藏头露尾的伎俩。回去吧。夫君，这都半年了，为明儿寻师，你都拒绝了80多个了。哼，尽是些歪瓜裂枣，如何能做我儿的老师？明儿马上就满18岁了，再不启蒙，就要错过最佳的修行时机了。既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不如送明儿去青云学院吧。青云学院好，那里龙蛇混杂，天才云集，正好能磨磨明儿那懒散的性子。就这么定了。总之，修行10境：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每一境又分前、中、后3期，差之一线便是天壤之别。三弟，你可要好好修行，为我苏家光扬门楣。哦，知道了，大哥。天天听这些，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想我堂堂穿越者还自带系统。副作用转换系统已激活，系统功能可将宿主身上产生的一切负面作用自动转换为对宿主有益的积极效果。可惜啊，我这苏家是名门正派，功法中正平和，修炼起来连个屁的副作用都没有。这神级系统硬生生被我捂了13年。三少爷，老爷和夫人有请。明儿，我与你母亲商议过了，明日便送你去青云学院修行。青云学院那不是整个大陆最有名的修行学府吗？听说里面3教9流什么人都有，正道弟子、魔道妖人、旁门左道，那岂不是意味着有大把带着恐怖副作用的功法等着我？发了，这次真的要发了！我的系统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孩儿都听父亲母亲的安排，去准备一下吧。三弟苏明，明日将启程前往青云学院。青云学院，当年若不是家中遭遇大变，我也该是那里的学生。明儿这一去，山高路远，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儿大不由娘。再说，青云学院是大陆第1学府，能去是他的福气，咱们该高兴才是。三弟，明日你便要去青云学院了。之所以叫青云学院，是因为学院的正上方真的飘着一片从9天之外牵引而来的巨大青云啊！真的假的？那片青云笼罩了方圆100里，形成了天然的护山大阵，而且它并非静止不动，每年都会向东漂移1米左右，万年不长。好家伙，直接从外太空拉一块云过来当结界，这手笔也太大了。我刚到家，就听说我们家的小懒虫要发愤图强了。二哥，你回来了。明儿，你觉得这世间的正道与魔道究竟有何分别？功法本无正邪，人心才有善恶。说得好，不拘于形，直指本心。你能有这番见解，为父很欣慰。三弟所言与我不谋而合。在外要照顾好自己，别省吃俭用。去吧，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三弟，这是青云学院的免考核令牌，持此令可直接入学，免去舟车劳顿后的考核之苦。开什么玩笑？万里，这是去上学还是去西天取经啊？父亲，您好像有心事。你们可知明儿的天赋为何如此平庸？他的灵根在18年前那场变故中上了根基。又是那帮家伙，这笔血账们苏家早晚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我堂堂一个修仙者，竟然会晕传送阵，这玩意儿比前世的过山车还刺激。我的天，这就是青云学院的附属城池青云城，那片云真的就是学院的护山大阵，这手笔也太夸张了。大哥哥，你刚从远地方传送进来吧？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来一颗安心丸？只要10个铜钱，保你药到病除。副作用转换效果，服用后可彻底根除因长时间乘坐传送阵引起的一切不适，同时增强肠胃吸收能力，提升消化效率。但药中的迷药成分将转化为提神醒脑之效，令宿主精神饱满，思绪敏捷。好家伙，磕着就有人送枕头，这副作用转换过来简直是神药啊！来了，爽，感觉能一口气跑上几百里。客官里边请，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吃饭。
把你们这儿的招牌菜都上一遍，什么龙虎斗、凤穿云的，今晚上。好嘞，您稍等。听说了吗？这次青云学院招生可是出了好几个了不得的天才。你是说王家的那个王豪吧？天生纯阳灵根。王豪算什么？傅家的傅婉才叫厉害，天生全体。听说他一拳就能打死一头铁甲犀牛。我听说东海那边来了一个散修，叫莫凡，已经领悟了剑意。我的天，剑意！炼气6层，天生全体，还有领悟剑意的。幸好大哥给了我免考和令牌，不然跟这帮怪物一起考试，我这炼气1层不得被虐成渣渣。希望学院的藏书阁里能有那么1、2本副作用足够劲爆的魔功吧，最好是那种练了能让人走火入魔、修为全废的。车夫大哥，咱们到了吧？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这几千号人都在这儿干嘛呢？客官，这您就有所不知了。青云学院啊，看着近，可真要走过去，那就是望山跑死马。而且学院招生向来硬核的很。硬核？可不是嘛，体质灵根信性实战，哪一样不过关都得被刷下来。您看这些为什么没人管？嘿，这本身就是第一道考验，叫心性。没点耐性，连门都摸不着。请问是苏明恩公吗？你认识我？恩公可能不记得了。9年前，在流云城外，小人快要饿死，是您给了我半块馒头和10个铜板，还帮我赶走了欺负我的恶霸。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小乞丐。正是，我叫林峰。若非恩公当年搭救，林峰早已是一抔黄土。今日在此得见恩公，实乃3生有幸。举手之劳，不用这么客气。你也来参加考核？不，我并非考生。那是送亲友来的？我是青云学院的特聘教习。教习？就你这……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什么修为了？我记得当年你还是个凡人。托恩公的福，侥幸有些奇遇，如今是元婴初期。元婴初期？开什么玩笑！9年，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修炼到元婴期，这比那些什么天生纯阳灵根、天生全体的妖孽还要夸张1万倍。你这修炼速度做传送阵来的吧？恩公说笑了。对了，恩公不必在此干等，等到53刻，学院会开启传送阵，将所有人一次性接入检测场地，统一检测资质。原来如此，我说怎么一个管事的都没有？感情是等着打包一块送进去啊？恩公持有免考核令牌，本可直接入内。既然在此相遇，不如随我一同上山吧，也免了等待之苦。好，正好我也对你这9年的经历好奇的很。一个凡人9年元婴，哎，这里面要是没点故事，我可不信。恩公想听，林峰知无不言。恩公，请。好了，这儿清静。林峰，9年时间，从一个差点饿死的小乞丐到元婴期的大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恩公，此事说来话长。当年您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用您给的铜板买了几个馒头，正准备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就在那时，我遇到了他，他受了很重的伤，被几个凶神恶煞的糙汉追杀，慌不择路的撞进了我的怀里。英雄救美。我只知道他抓着我的衣服，眼神里全是绝望和恳求。我便挡在了他身前，结果就是被那群人打了个半死，脖子上这道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可我终究没能护住他，他还是香消玉殒了。就在我以为自己也要被打死的时候，另一个人出现了，只用了1招就将那几个糙汉尽数击退。那人是谁？他说他姓苏，他离开前给了我一个小小的黑瓶子，上面就刻着一个苏字。这是那位前辈用传音之术告诉我，瓶中藏着他的3魂6魄，若我能修炼至绝巅，或许还有让他复活的一天。大哥，竟然是大哥苏浩，他来过这里。我将他葬在了我家的院子里，种下了2棵桃树。从那天起，我便只有一个念头：修炼变强。为了凑齐资源，我误入歧途，修习了最偏激的功法，九死一生，才侥幸踏入了元婴之境。9年9死1生，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是虚无缥缈。青云学院底蕴深厚，藏书万卷。我受邀担任教习，就是想在这里找到真正能让他复活的办法。我明白了，林峰，你是个真正的汉子。
怎么回事？我飞起来了！这就是青云学院的仙家手段吗？太不可思议了！肃静，此处乃青云学院迎仙坪，所有考生按照你们传送落点对应的编号，前往前方指定区域排队登记，依次进行体质、骨龄与灵根资质初测。扰乱秩序者，直接取消资格。没听到规矩吗？速速去排队！这是青云隐，原来是持有青云隐的贵客，立德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公子恕罪。无妨，公子持有此令，您可免去所有考核，直接成为我院外门弟子。请您在我身后稍作等候，待初测结束，便可随我一同进入学院。什么？免去所有考核，直接进？那令牌是什么东西？叫青云隐，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还能是什么？不就是靠家族背景的后门呗？人家一块牌子就搞定了，真是讽刺。就是这种靠关系进来的，能有什么真本事？这青云隐果然能拥有特权，也好，省去了不少麻烦。公子，这里是观礼区，接下来便是此事详测、实战与心性3大考核，您可以在此纵览全局。有劳了。2轮考核起！那是练体天才，气血功远超常人，武龄超过20，都会被直接淘汰。我青云学院不容同于强天啊，是纯阳灵根，100年难得一见，是青云城王家的王豪。那是天生剑体，南宫家的南宫婉儿。据说她生来便与剑有缘，3岁就能引动剑鸣。实战考核开始。半分弄死。这是怪物，学院长老会决议，特许你们3人获得外门榜挑战资格，入学即可挑战。18、19岁，重机器，这就是顶尖天才的世界吗？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竟如鸿沟一般。所有通过考核的弟子，随我来迎仙殿办理入学手续。此乃外门弟子身份玉牌，滴入精血即可认主。它不仅是你们身份的证明，也是开启洞府、记录贡献点的关键。陈某，我院弟子分为外门、内门、核心3阶，你们现在都只是外门弟子，基于独立院修行。一旦成功，入内院修行，接触更高深门的功法和学院核心任务。长老，那贡献点是何物？问得好，贡献点是我院衡量弟子价值的唯一标准，接取任务、兑换丹药、法器、功法都离不开它。最后，我要特别警告你们，学院藏经之地名为万法楼，凶险异常，收入了修为尽废或重则走火入魔。残缺功法，凶险，这对我来说不正是天大的机缘吗？尔等切记，实力不足之前，莫要去自寻死路。此地的灵气浓度，竟还不如我苏家的练功房。功法名称：噬灵诀，类别：残缺魔道功法，效果：修炼可快速吞噬天地灵气，迅速提升修为，亦可掠夺他人灵气。副作用：修炼此功法将严重损耗自身道基，导致根基不稳，后续突破瓶颈困难重重，甚至可能出现修为倒退。同时，心性受功法影响，一生嗜杀掠夺之心，走火入魔，风险极大。副作用转换效果：修炼后将迅速提升修为，同时巩固道基，使其更加稳固扎实，心性变得更加坚定纯粹，不受外界诱惑影响。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功法。这些只是残篇罢了，威力不足原本的1/1000，副作用却一点没少。真正完整良有凶险的东西都在下面。
多谢长老指点。3000贡献点，等着我。果然没有实力，连赚取贡献点的资格都没有。是药，丹药的副作用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补药，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任务。哟，这不是苏家的废物少爷吗？峰哥，听说这小子是靠着家族关系才免试进的青云宗，到现在还是个练气期。一个练气期的废物也敢来我们炼丹堂，是来给我们扫地除渣的吗？练气废物也敢来接试药任务，就不怕单独攻心直接死在炼丹堂？总比某些人强。靠丹药硬生生堆上筑基，根基虚腐，怕是一辈子都无望进丹了。你找死！住手！炼丹堂种地严禁私斗。赵峰，别以为仗着你爷爷是长老，就可以在宗门内为所欲为。再有下次，我必上报戒律堂。是，张执事。小子，你给我等着！你就是来接试药任务的苏明？弟子正是。你可知晓试药有风险？新丹药药性不明，轻则经脉受损，重则修为倒退，甚至有性命之忧。你确定要接？弟子知晓。富贵险中求，弟子愿意一试。好，有胆色。这是新炼制的淬脉丹，药效猛烈。你服下后进入旁边的静室，我们会通过阵法记录你身体的所有变化。淬脉丹药效猛烈，太好了！就让我看看你的副作用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检测到剧烈副作用，经脉撕裂，气血逆冲，灵力暴走，副作用正在转化为增益效果，转换成功。就是现在，给我破！你竟然突破了！我没看错吧？这废物竟然突破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在硬撑。张执事，弟子幸不辱命。此丹药入口后确实剧痛无比，但挺过那阵剧痛后，便化为一股温和的力量。弟子侥幸之下才得以突破。好，苏明，这是你的5点贡献点，以后若有新丹药，我还找你。哼，走了什么狗屎运罢了，装模作样，说不定现在经脉里已经一团糟了。多谢张执事，若是无事，弟子便先行告退了。你这个废物，你给我站住！果然，这试药任务就是我的专属提款机，不仅能白拿丹药，还能赚贡献点。不过这次只是突破到炼气2层，就引起了张执事的注意。以后要是接连突破，肯定会引人怀疑。看来得尽快去藏经阁找一本能够隐匿修为的秘法了。外门课程倒是自由，跟前世的大学选修课差不多。炼气基础，灵职培育入门有了。炼气境灵力运转与基础法术精要，孙长老的公开课，正好去看看这修仙世界的正统教学究竟是何模样，顺便也探探其他外门弟子的水准。看来我这炼气2层还真是毫不起眼，必须尽快提升实力才行。我跟你们说，我昨天运气好，碰到了长老，他还指点了我几句呢。真的？那你可真是走运了。快看，是王豪师兄、南宫婉儿师姐和莫凡师兄也来了。天哪，外门前3的天才怎么会来听这种基础公开课？原来是他们。看来越是天才，越是明白根基的重要性。肃静，今日我们讲一讲炼气境最基础的吐纳法与灵力运转，将天地灵气引入体内。孙长老，弟子逆行少阳经时，如何才能避免灵力凝滞，做到意道气道？此问题甚好，你要将你的意念
化作引导灵力前行的灯塔。这差距太大了，他们对灵气的控制简直如臂使指，而我还需要刻意引导。哎，你明天去不去钱长老的符箓课？听说昨天刘三画的加速符，笔都炸了，头发眉毛全烧光了，笑死我了。听说了，还有上周的王二想画张照明符，结果画出一紫色的毒烟，当场就晕过去了。钱长老的课简直是外门第一乐子。不过话说回来，钱长老的符箓造诣是真高啊，他亲手画的符在宗门坊室里可都是天价，就是他这教学方式太费弟子。画符失败会爆炸，还会产生毒烟，这不都是副作用吗？如果我能吸收这些画符失败产生的副作用，再通过功法逆转增幅，钱长老的符箓基础入门，明天非去不可。哎，听说了吗？钱长老的课次次都有人被抬出去。可不是嘛！我表哥上个月来听，想画张引火符，结果把自己头发点着了，现在还没长齐呢。我还听说钱长老身上那件道袍沾满了各种朱砂，从来不洗，说那上面有符韵。都到齐了，那就开始。符是修士与天地沟通的文字，一笔一画皆是道韵。今日我们从最基础的讲起。符指朱砂灵力符文，特别是符文，错一丝一毫，轻则符毁人伤，否则……好了，说再多不如画一张。自己来领材料，一人2张劣质黄符纸，1叠稀释朱砂。先试试聚灵符和清风符，画废了也别心疼，反正不值钱。检测到副作用，获得微量精纯灵力滋养经脉，精神力得到小幅凝练。果然有用，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修炼课。检测到副作用，吸入少量毒烟，肺部轻微不适，神魂轻微震荡。转换完成，肺部得到净化，呼吸更顺畅，神魂得到微弱滋养。你竟然用伏笔挠痒，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这朱砂，这伏笔是让你们感悟天地灵气的，不是让你拿来挠屁股的。你的屁股比天道还金贵啊！快给我好好画符！这位钱长老倒真是个妙人。噬灵诀和血炼术的修炼速度太快，再加上系统转化的增益，我的实力很快就会远超同阶。若不加以掩饰，必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暴露系统的秘密。必须找一门高明的敛息功法，将真实修为隐藏起来。太普通了。这个更不行，只能伪装成凡人，一旦动用灵力就会暴露。检测到特殊功法，正在解析。功法名称：归元敛息诀，类别：辅助秘法，效果：可将自身气息完全收敛，达到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效果，亦可伪装修为，使人无法窥探真实境界。就是它了。副作用：长时间运转此秘法将对心神造成极大消耗，精神疲惫，灵力亦会缓慢流失，且极易导致气息紊乱，伪装失效。副作用太好了。副作用转换效果：长时间运转此秘法将有效锤炼精神力，使宿主思维更加清晰，意志更坚定，同时灵力掌控力将大幅提升，对自身灵力的运用更加精妙入微。长老，弟子想借阅这卷功法。归元敛息诀，小子，这功法可是个鸡肋，对心神消耗极大，没几个人能练成，练成了也维持不了多久，劝你换一个。多谢长老提醒，弟子只是想借鉴一番，会量力而行的。非但没有精神疲惫，反而感觉思维前所未有的清晰，对灵力的掌控也更强了。现在该提升真正的实力了。噬灵诀起！警告！
检测到剧烈副作用，经脉撕裂，灵力暴走，根基不稳，心性异变，正在强制转换为增益效果。转换完成，狂暴灵气已转化为精纯灵元，正在淬炼经脉，稳固道基，锤炼心性。还不够，血炼术。严重警告！检测到致命副作用，生命本源透支，气血枯竭，肉身崩溃，正在紧急转换为增益效果。转换完成，获得海量精血补给，生命本源得到深度滋养，肉身活性大幅提升。天气4层初期，现在谁也看不穿我了。修炼归元敛息诀后，只要我不主动暴露，外人看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炼气4层。想要不引人注目，勤奋的笨鸟人设必不可少。苏明，速来丹药房，有事找你。你小子可算来了，我新研制出一种丹散，正缺个胆子大的弟子来试试药效。张执事有命，弟子不敢不从。不知是何种丹药？此物名为凝神散，理论上能极大提升精神专注度，对入定和参悟功法有奇效。竟有此等神药！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极其剧烈，服用后轻则精神恍惚，头痛欲裂数日，重则可能损伤神识，变成痴呆。你还敢试吗？弟子愿意一试。检测到剧烈副作用，精神恍惚，头痛欲裂，神识损伤，正在为宿主转换为增益效果。转换成功。感觉如何？还撑得住吗？多谢执事关心。刚服下时确有天旋地转之感，但很快就消退了。现在感觉头脑前所未有的清醒，对灵气的掌控也似乎更精进了几分。神识稳固，精神凝练，没有损伤，反而壮大了。成功了，真的成功了！好，苏明，你这次帮了我大忙。短期内没有新药了，你先回去好生休养。下次若有丹药，我第一个找你。多谢执事，那弟子便先告退了。听说了吗？王豪、南宫婉儿还有那个莫凡，今天全都挑战成功，进内门了。何止啊！我可听说了，王豪只用3招就把外门榜第10的赵师兄给打趴下了。南宫仙子才叫厉害，就出了一剑，外门第7的李师兄连剑都没敢接，直接认输内剑光冰冷。最恐怖的还是那个莫凡，外门第5的周师姐，火蛇术都用出来了，结果他一剑撕裂了法术，那可是剑意啊！唉，天才跟我们就是不一样，这贡献点也太难赚了，想换本好点的功法都换不起。可不是嘛，去后山采个灵药，差点被妖兽当点心。巡山任务倒是安全，可一天下来才几个贡献点。炼气堂招助手，累得跟狗一样。王豪、南宫婉儿、莫凡果然都非同凡响。不过贡献点嘛，看来也该为赚取贡献点做些计划了。1个月了，噬灵诀果然霸道，已经炼气8层，距离9层只差临门一脚。多亏了归元敛息诀，否则这么快的进境，早就被当成怪物了。听说了吗？任务堂新挂了个高额任务，剿灭黑风寨，足200贡献点。200点？疯了吧！黑风寨那帮匪修，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能引煞气入体。我师兄上次远远路过黑风山脉，说那地方常年黑雾缭绕，待久了心神都会被影响，变得嗜血狂妄。任务要求可是筑基中期带队，我们这些炼气弟子去了就是送菜。嗜血狂暴。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没人接任务，黑风寨至少有7、8个匪修，就我们俩，怎么打？这任务挂了3天了，除了我们，没人敢接。筑基期的师兄看不上这点贡献点，炼基期的又不敢去，再找不到人，任务就要被撤回了。2位师兄，你们好。干什么？有事？师兄，我叫苏破哀，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你们在聊黑风寨的任务，我想加入你们，行吗？什么？苏破哀，这名字还真配你。就你炼气2层，你来干什么？给我们当累赘，还是去给匪修送人头？滚滚滚！别这么说，这位苏师弟，你为何想接这个任务？
你可知此行九死一生？不瞒您说，我天赋差，进门2年了才练气2层，这个贡献点实在是太难赚了。我虽然修为低，但我眼力好使，跑得也快。我可以给2位师兄当斥候，在前面探路放哨，或者搬东西、打杂也行，我什么都会。只要任务完成了，师兄们能分我1星半点贡献点就行，绝不拖后腿。陈师兄，多一个人总归多一份力，行吧？但你给我记住了，路上一切行动都得听我指挥，叫你往东，你敢往西，别怪我心狠手辣，直接把你扔去喂妖兽。多谢陈师兄，多谢萧师兄。少废话，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去黑风山脉。黑风寨，希望你们的副作用够我饱餐一顿。左派，看好了，这种山林最容易滋生毒虫瘴气，走路要走阳面，脚下要稳，灵力要时刻护住口鼻。是，多谢陈师兄指点，我记下了。陈师兄虽然严厉，但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多学着点。萧师兄、陈师兄，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不拖后腿的。这里地势险要，是绝佳的埋伏地点。苏破案，你不是说你眼力好使吗？去前面探探路。好的，陈师兄。青阳宗的弟子，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小仙，是黑风寨的匪修，我来对付那个独眼的，你解决其他人。苏破哀，快退回来！废话，给我上！尝尝老子新练的嗜血符。是邪术符箓，快躲！可恶，我的灵力在被腐蚀。物品名称：嗜血符，类型：邪术符箓，效果：击中目标后可腐蚀对手灵力，使其在短时间内修为受损，身体虚弱。副作用：制作此符需耗费精血，且符力中蕴含的污秽之气，长期接触会对施符者自身心脉造成损伤，小概率引动心魔。副作用转换效果：作用于宿主，灵力将被精炼提纯，剔除杂质，变得更加凝练精纯，身体将受到滋养，虚弱感将转化为体质的细微强化，并小幅提升对邪术能量的抗性。好精纯的能量，这嗜血符简直是大补之物啊！别过来，别过来啊！一群废物，连个练气2层的都解决不了，老子亲自来宰了你！给我死！你这哪是运气好，你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害怕闭着眼睛乱扔的。刚才我以为死定了，运气也许吧。不过这嗜血符的滋味还真不错。这什么鬼地方？味道越来越怪了。不好，这股甜腻的味道是祸心迷障，典籍里有记载，能迷惑心神，不知不觉间侵蚀修士的生机。萧师兄说的没错，书上说这种瘴气无孔不入，寻常的避瘴丹和避气法效果都有限，必须万分谨慎。物品名称：祸心迷障，类型：环境异常，效果：弥漫在特定区域的特殊瘴气，吸入后可干扰修士神识，使其方向感错乱，容易迷失，长时间暴露在迷障中，会缓慢侵蚀生机，导致精神疲惫，身体虚弱。副作用：对心智不坚者可能引发轻微幻觉，瘴气中蕴含的微弱毒素，长期积累可能对经脉造成细微损伤。副作用转换效果：作用于宿主，吸入后可以有效凝练精神力，提升神识强度，小幅拓宽识海。被侵蚀的生机将转化为对自身的滋养，补充气血，并提升对迷幻类法术及环境影响的抗性。凝练精神力，拓宽识海，这哪儿是毒瘴？这分明是洞天福地呀！这是清心符，能守住一丝灵台清明，大家贴在胸口，尽量减少灵力消耗。穿过这片林子，应该就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哼，区区瘴气还能拦住我们不成？走，师兄们，我们真的要进去吗？感觉好危险。别怕，跟紧我们。可恶，这鬼物好像在拖拽我的真元，提不起劲，连方向都分不清了。我的神识也被压制得很厉害，周围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苏师弟，你怎么样？我也好难受，头晕乎乎的，感觉要走不动了，好舒服。神识不仅没有被压制，反而像被洗涤过一样，周围100米内的风吹草动都一清二楚。他们走错方向了。不行了，我感觉真元都要被抽干了。这鬼地方到底有没有尽头？稳住心神，越是焦躁，心神失守的越快。神识被压制的太厉害，我们好像迷路了。
真是天助我也！萧师兄、陈师兄，等一下，又怎么了？再不走，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我感觉左边的气味好像淡一点，还有一点点风吹过来，我们要不要去那边试试？舒服，再多来点，这简直比顶级聚灵丹效果还好。胡说八道，这里哪有什么风？我看你是被瘴气迷了心窍，想带我们去送死。苏师弟，你确定吗？我也不敢100%确定，就是一种感觉。师兄，我们现在这样走下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赌一把。好，陈凯，我们信苏师弟一次。苏师弟，你在前面带路。好的，我来带路，别担心。萧晴，你疯了，信他的感觉，不然信你现在这副鬼样子吗？走，完美，正好趁机把这林子里的养分吸个干净。我就说他是瞎蒙的，这雾气一点都没变。苏师弟，这次多亏了你。出来了，我们真的出来了。那个苏师弟，刚才是我太急了，你别往心里去。这次算我陈凯欠你一条命。大家是同门，说这些就见外了。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这里毕竟还是黑风山脉腹地，不能掉以轻心。神识强度至少提升了30%，识海也拓宽了不少。最重要的是，这2个家伙总算知道我的厉害了，这信任以后可有用处。这鬼地方，感觉比刚才的迷障林还邪门。我们已经到了黑风山脉的腹地，这里是黑风寨的地盘，所有人提高警惕。没想到还有不怕死的敢闯到这儿来，看你们细皮嫩肉的，正好抓回去给寨主炼丹。一群藏头露尾的鼠辈，找死！兄弟们，用狂暴术速战速决。不好，是黑风寨的邪术，他们不怕疼也不怕死。陈凯，结阵！撑住！苏师弟，小心！检测到剧烈副作用，肉身损伤、刀伤、真元紊乱、狂暴术、反噬、气血逆冲，正在转换为增益效果。肉身深度淬炼，伤口快速愈合，真元提纯精炼，气血活性增强。苏师弟，小心！苏师弟，你的伤，你的力量，你的实力绝不止炼气4层。一起上，先宰了那个小子。师兄，何为？先杀头领！给我死！这纹路有点像传说中的血气术，看来这黑风寨背后不简单。苏师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那一刀明明……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之前服用的丹药药力未散，生死关头激发了潜能吧。现在感觉全身都快散架了。不管怎样，这次又多亏了你，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那边有动静。陈师兄，你身上有伤，还是我来吧。万一有陷阱，我反应快些。别杀我！黑风寨到底有什么阴谋？我说，求求你们饶我一命，我们都是被逼的。寨主逼我们修炼嗜血狂功法，这邪功虽然能短时间提升力量，但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变得只想杀戮。寨主，他要这么多人练邪功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寨主经常去后山禁地，那里守卫森严，任何人不准靠近。到了晚上，禁地里就会发出诡异的红光，还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别紧张，自己人。在下徐良，烈风小队的队长。我们和3位一样，也接了剿灭黑风寨的任务。刚才的动静是你们弄出来的。不错，正是我们。而且那处禁地布满了恶毒的禁制和陷阱，我们小队已经有2名队员因此重伤，不得不撤回雪域。没错，每到午夜时分，那个方向就会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血腥味浓的能把人熏晕过去。任务难度远超了玉牌上标注的等级。我们小队现在只剩下3人，
独立难支。我看三位实力不凡，不如我们联手如何？多一分力量，也多一分胜算。可以联手，那这位朋友该如何处置？杀了。我们行踪已露，绝不能让他回去报信，走漏了风声。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发誓绝不乱，求求你们！家里还有老母要养啊，饶我一命！都跟紧了，别出声。这条路是那匪修招供的，直通寨子后方，但沿途肯定有陷阱。是黑岩咒符，一旦踩上，血肉都会被瞬间吸干。好险！要不是徐良兄，我们恐怕已经着了道了。是狂血战将，快散开！是突击突起，他用了嗜血狂攻法，力量远超通剑。惊涛剑诀，锋刃斩，死！陈师兄，检测到剧烈副作用，精血亏损，生命本源透支，嗜血狂攻法反噬，正在转换为增益效果。精血补给，生命本源滋养，肉身活性提升。苏师弟，你恭喜宿主修为突破当前境界，炼气石层大圆满。就是现在，爆炎符！执法堂办事，所有弟子听令，黑风寨核心就在前方，随我上！装神弄鬼！好重的血腥味！大家小心，里面不对劲。啊！这是血祭大阵。他们都是活人。修士大人，救我们！老人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黑风寨的寨主呢？用我们的生机和精血喂养血池，说是为了净化一枚诅咒之种，借此获得无上魔功。畜生，简直丧尽天良！为了修炼魔功，竟屠戮如此多的无辜凡人。诅咒之种，这血池的力量远比那狂血战将恐怖100倍，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危险。寨主的目标既然是此物，其实力恐怕也已远超筑基。此地不宜久留，必须想好脱身的万全之策。所有人皆防御阵型，那魔头马上就要出来了。是。是谁？是谁敢擅闯我的血祭大阵？妖孽！你就是黑风寨寨主，为了修炼魔功，残害无辜，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死期？
就凭你们这群蝼蚁！我的头，心神守不住。小心他的血煞气，有古怪。我的手。没用的，在这血池边，我就是无敌的。给我死吧，血煞移天！快退！丁，检测到剧烈副作用，精神污染，斗志削弱，诅咒附体，正在转换为增益效果，转换成功，增益效果，精神力获得净化，意志力大幅提升，对诅咒类法术抗性微弱提升。哈哈哈哈哈！刚刚不是很嚣张吗？怎么现在跟条狗一样？妖孽，休得猖狂！不成器的东西在外面丢人现眼。你是谁？金丹期？执法堂的脸都被你们几个丢尽了，回去之后全部给我回炉重造。弟子被学院蒙羞了，装神弄鬼，管你是什么金丹，在我的血煞领域里都得死。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不，我的血煞真功，我的诅咒之种，你一身血煞之力我会替你净化，但这颗诅咒之种倒是有些意思，正好带回学院研究。这就是金丹期的实力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太恐怖了！如果能得到这诅咒之种，不行，稳住！幸好刚才没头铁冲上去，猥琐发育才是王道。你一身血煞之力，我会替你净化，但这颗诅咒之种倒是有些意思，正好带回学院研究。这就是金丹期的实力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太恐怖了！如果能得到这诅咒之种，不行，稳住！幸好刚才没头铁冲上去，猥琐发育才是王道。18年了，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我叫赵铁柱。赵铁柱，一个村民的名字，他怎么这样了？18年前，这里还不是什么黑风寨，只是一个叫赵家村的安宁村落。直到一场诡异的瘟疫降临，那并非寻常疫病，而是一种歹毒的诅咒，侵蚀生机，扭曲心性。他的妻儿、父母、乡亲全都惨死在这诅咒之下。他是唯一的幸存者，绝望之下，他偶然得到了一部名为《嗜血狂功法》的魔功，妄图以魔功之力压制体内的诅咒。所以他修炼魔功是为了自救。他最初的目的，想将体内的诅咒之力炼化提纯，凝聚成一枚诅咒之种。他以为那就是解药，可炼化诅咒需要庞大的生机。他开始对过往的女人下手，用凡人的生机血祭魔功。渐渐的，他被力量蒙蔽了双眼，彻底沦为了一个只知杀戮的魔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他终究是迷失在了力量。长老，那这枚诅咒之种该如何处置？此物是诅咒怨念与生机的聚合体，我会将它带回学院，交由丹药房和器物阁研究，或许能从中找到化解瘟疫诅咒的法门。连诅咒之种这种邪物都有可能被用于正途，善与恶并非由力量属性决定，而在于人心。一旦踏错，便万劫不复。我更要谨守本心，绝不能迷失。子坚是了，
甄寒，弟子在。你带人救治受伤的弟子，至于牺牲的同门，还有那些无辜的凡人遗骸，就地安葬，让他们入土为安，将黑风寨的后续事宜处理干净，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怎么回事？好冷，有东西要出来了！一群蝼蚁，竟敢打断本座的大业！你是何人？诅咒是你布下的。本座是谁？这枚道果就是本座的杰作，耗费100年光阴，苦心培育，眼看就要与我的神魂完美契合，却被你们这群蠢货给毁了！邪魔歪道，竟以一村生灵为祭品，培育此等邪物，天理不容！天理，在本座眼中，力量就是天理，给我死！不好，此地即将崩塌，所有弟子速速撤离！走，都给本座留下当养料吧！好，敌阵上的武器！这是何等庞大精纯的副作用能量！诅咒、怨念、死气，所有负面力量的集合体，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能吸收一小部分，我的修为绝对能突飞猛进。快跑！别战场的雾气，别用灵力，这雾气会吞噬灵力。就是现在！你们快走！我陈凯今天跟他报了，为学院除害，虽死无憾。啊！我报了，我什么时候说要报了？陈凯师兄，陈师兄，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陈师兄，保重，你的精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没有，那不是我喊的。来吧，让我看看这100年诅咒到底有多大能量。检测到海量剧烈副作用，副作用正在转化为增益效果。灵根净化。筑基成功了！丁副作用转换增益效果，筑基道基强化极致圆满，生命本源滋养完成，肉身强度媲美法宝，神魂淬炼完成，神识范围暴涨100倍，灵根净化完成火系天灵根。好强的力量！再这样下去，怕是要直接冲破金丹了。不行，万丈高楼平地起，根基才是根本。与其仓促突破，不如将这股力量用来千锤百炼，铸就最强道基。筑基圆满，这力量比之前强了何止100倍。
怎么可能？明帝的命格竟是一片混沌，天机被完全遮蔽。浩儿，怎么样了？你算出明儿的安危了吗？娘这心一直跳个不停。我刚刚处理家族事务，也感到一阵心悸，总觉得明儿那边出了事儿。爹娘，你们别担心，我虽然无法推算出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卦象显示明帝他逢凶化吉，非但没有危险，反而还得了天大的好处。真的？可那黑风寨凶险万分，他一个人。娘，你要相信明帝，他的命格贵不可言，远非孩儿所能揣度。这等福泽深厚之人，区区一个黑风寨还困不住他。明帝，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我这个弟弟当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入基圆满，灵力收放自如。现在的我，再遇上张涵那种货色，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他。你们是没看见啊，黑风寨那一战天崩地裂，我当时就在山脚下，感觉整个青阳山都要被掀翻了。听说咱们学院的太上长老都亲自出手了，跟黑风寨那个魔头打的是日月无光。快看，陈凯师兄来了！陈师兄，您来了。听说您在黑风寨为了掩护我们，以一己之力拖住了筑基期的修士，还吸引了诅咒之力，真是太了不起了。各位师兄弟，别这么说，我其实……陈师兄，你就别谦虚了，敢在魔头面前喊话，这份胆气，我等佩服的五体投地。哦，陈兄，这个英雄你可得当稳了。执事，我来结算黑风寨的任务。黑风寨哦，剿匪那个是吧？活着回来的没几个。炼气2层，你就是那个苏明？你怎么可能从黑风寨活着回来的？弟子运气好，当时躲在后山，避开了正面冲突。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奖励80贡献点，加上你之前的5点，现在一共85点。下一个，哎呀，这不是陈凯吗？这次黑风寨之行，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局势过奖了，学院高层已经决定，因你在危急关头表现突出，有惊天之举，特奖励你300贡献点，外加1枚筑基丹。300点贡献点，1枚筑基丹。呵，跟我筑基圆满的修为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3000点，慢慢来吧。主上，属下无能，诅咒之种被青云学院毁了，属下甘愿受罚。区一枚诅咒之种，毁了便毁了，不过是一颗闲棋，本座并未放在心上。不过，你虽然失败了，却也带回了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股气息，苏可，竟然是你的血脉！本座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请主上吩咐，属下万死不辞。找到这个气息的主人，他叫苏明。本座要你用尽世间所有酷刑，让他在极致的痛苦和绝望中死去。遵命。属下定将那苏明的头颅献给主上。苏可，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没事了吗？本座会先从你的血脉开始，一点一点把你珍视的东西全部毁灭。我要让你尝到比死亡更痛苦10000倍的滋味。苏明，哟，
这不是陈凯吗？看这架势是来找我算黑风寨的账了。陈英雄，多日不见，别来无恙啊！你叫我什么？陈英雄啊！陈师兄在黑风寨舍生取义，大义凛然，面对妖人临危不惧，早已是我辈楷模。苏明心中敬佩万分，这一生英雄，你当之无愧。哼，少来这套！我问你，在黑风寨是不是你喊我的名字，害得我？陈师兄，你有所不知啊，当时情况何等危急，妖人势大，我等已是强弩之末，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古籍中记载的一门秘法，唤名凝神聚气术。此术极为玄妙，在生死关头，大声呼喊自己心中最敬佩、气运最强之人的名字，便能借来其一丝气运与力量，激励己方士气，震慑敌胆。唯有你这样正气凛然的英雄，才能在这种关头给我等带来求生的希望啊！唤名凝神聚气术，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原来有这么重要吗？事实证明，我赌对了。喊出你的名字后，我们果然士气大振。原来是这样。那什么唤名之术，以后莫要再用了，太过凶险。师兄教训的是，不过若非陈师兄你吉人天相，气运加深，此法也断然不会成功，全都是托了陈师兄的福啊。好了，都是同门，不必如此。既然是误会，说开了便好。你这是要去哪里？我要去访视一趟。好好修炼。以后若再有危难，心中默念我名即可，不必喊出声。搞定。这是林峰的灵力，他找我做什么？苏明素来后山竹林，有要事相商。林峰，元婴初期的高手，他怎么会突然联系我？还是商议要事？去看看也无妨。你来了，不知您唤我前来有何要事？不必多礼，今日找你是为你当年的救命之恩。你说笑了，我与您不过萍水相逢，何来救命之恩一说？9年前，若非你那句提醒，我早已在心魔劫中神魂俱灭。这9年，我闭关苦修，虽侥幸突破，却也曾误入歧途。我曾修习过一门副作用害人的魔道功法，那万蚁噬心、神魂撕裂之痛，至今记忆犹新。幸好我最终还是挺了过来，没有彻底堕入魔道。这玉简中记载着一门功法，名为万魂噬影诀，以及配套的身法幽影千幻步。魔道功法，正是。此功法威力绝伦，却也凶险至极。修炼者需时时承受万魂噬咬之痛，还要抵御心魔侵扰，更有被阴影同化的风险。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既然如此凶险，你为何要将它赠予我？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和我不一样，你的心性远超常人，非大毅力、大智慧者不能拥有。或许只有你才能驾驭这门功法。此物留在我身边已是无用，反而可能成为心魔隐患，赠予你，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也算了却我一桩因果。万魂噬影诀，听起来副作用就很猛，正好我最喜欢的就是副作用。对了，还有一事，外门大比即将开始，届时青云塔也会开放，那是魔力自身的好去处，我建议你去闯一闯。多谢指点与赠宝。苏明，这万魂噬影诀绝非善类，修炼之时，你将时时刻刻感受到万千冤魂撕咬神魂的剧痛，那种痛苦足以让任何意志不坚的人瞬间崩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随着修炼加深，心魔会如影随形，不断侵扰你的心智，同时你的肉身会被阴影之力不断侵蚀，稍有不慎便会化为不人不鬼的阴影怪物，彻底失去自我。多谢林教习坦诚相告，此功法如此凶险，您却愿意赠予我，这份恩情苏明记下了。万魂噬咬，神魂崩碎，肉身侵蚀，太好了！这副作用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1倍增幅之后，我的神魂和肉身岂不是要强到逆天？您放心，我定会谨慎休息，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你能明白就好，切记万事不可急功近利，若感到心神不知，立刻停止修炼，保住性命才是根本。对了，还有一件事，再过不久就是学院3年1度的外门大比了。外门大比？没错，这是检验所有外门弟子修行成果的盛事。若能在大比中脱颖而出，不仅能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更有机会被各位长老看中，收为亲传，一步登天。更重要的是，
大比之后，学院会开放一处试炼之地——青云塔。青云塔，那是一处宝地，塔内设有重重幻境试炼，每闯过一层，都能获得不菲的贡献点奖励。这既是证明你实力的最好方式，也是快速积累贡献点的绝佳机会。贡献点，正好，正缺贡献点。这青云塔，我必须去闯一闯。原来如此，多谢林教习指点。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之事已了，你好生准备吧。好，那我就不打扰林教习了，先行告辞。有了这万魂噬影诀，我的实力必定能飞速提升。外门大比、青云塔，这都是我的机会。等我攒够了贡献点，进入万法楼地下1层，找到更强的功法，到时候……必须找一个阴气和怨念足够浓郁的地方，才能将功法的副作用发挥到极致。就是这个了。哪个任务？清扫青阳城古战场的任务，我接了。古战场？师弟，我劝你换一个。那地方阴煞之气太重，寻常弟子去了，神魂受损都是轻的，搞不好小命都得丢在那。多谢师兄提醒，但我意已决。行吧，祝你好运。果然没来错地方，这里的阴煞之气简直是完美的养料库。这就是万魂噬咬。好，再猛烈些！检测到极致剧烈副作用：万魂噬咬、阴影同化、心魔侵扰。副作用亦倍增幅中，正在转换为正面增益效果。金丹初期，成了！这神魂淬炼的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悍，神魂之力几乎翻了10倍。金丹初期，成了！这神魂淬炼的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悍，神魂之力几乎翻了10倍。王，那边有生人的气息。哦，好精纯的灵魂，本王已经很久没闻到过如此可口的点心了。金丹姬鬼王来得正好，刚突破，正好拿你练练手。不过得先陪你玩玩。晚辈苏明无意闯入前辈领地，不知前辈在此，还望前辈恕罪。呵呵呵，一个练气期的小娃娃也敢闯入本王的古战场，你的胆子倒是不小。不过你的灵魂倒是让本王很满意。现在本王给你一个机会，乖乖献出你的灵魂，本王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小娃娃，考虑的怎么样了？本王可没什么耐心。前辈，我只是路过，我这就走，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哈哈哈，
放你一条生路，你的灵魂如此美味，放过你岂不是暴殄天物？乖乖成为本王的补品吧。金丹期？不可能！你怎么会是金丹期？现在才想到，检测到副作用：阴煞之气、怨念侵蚀、鬼魂本源、金丹期鬼丹，正在转换为增益效果：精纯灵力、神魂淬炼、肉身强化、金丹凝练，对阴邪能量抗性大幅提升。一群杂鱼，一个都别想走。听说了吗？外文大比要开始了，这一次的奖励简直丰厚到离谱。何止是丰厚，前10名不仅能拿到海量的贡献点，还能直接晋升内门。要是运气好，被哪位长老看中收为亲传，那才是一步登天。外门大比正好贡献点，我可是很缺啊。苏明师弟，萧师兄，这么巧，看大家的样子是为了外门大比。是啊。对了，师弟，有件事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哦，什么事？是关于赵峰的。他前段时间外出历练，听说得罪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强大散修，被人当场击杀了。是吗？技不如人，死在外面也算正常。师弟，这次外门大比你也要参加吧？我得提醒你，千万要小心。师兄请讲。这次大比说是炼气期的比试，但里面卧虎藏龙，不少老牌的炼气后期弟子为了那奖励都出关了，甚至还有些人早就突破到了筑基期，只是为了某个机缘，一直压着修为，没有上报宗门。我明白了。总之，倾力而为，安全第一，别为了名次把自己置于险地。多谢师兄提醒，我会小心的。好，我还有事，先走了。终于要轮到我了，这次我一定要一鸣惊人。姓名、修为、所属院落。苏明，炼气6层巅峰，如韵院。好了，这是你的参赛凭证，上面有你的名字和编号。大比开始前1天，凭此玉牌来领取你的对战号码牌。多谢，贡献一点。还有这么多合适的练手对象，这次大比可千万别让我失望。这苏明搞什么鬼？就会躲吗？我看他就是灵力不济，只能靠身法拖延。承让了。1号擂台，苏明胜。这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了，遇到的都是些软柿子。可不是嘛，每次都赢得这么悬，看着都替他捏把汗。去！苏明胜，他不是只会躲吗？刚刚那一下可不弱啊。这个苏明有点意思，看似平平无奇，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拿出点东西来，是个深藏不露的好苗子。小子，你的好运到头了，前面让你捡了几个便宜，现在遇上我，识相的就自己滚下去，免得受皮肉之苦。师兄，还请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可以啊，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我就考虑只打断你一条腿。肃静，比试开始。完了完了，实力差距太大了，苏明根本没有还手之地。能撑这么久已经不错了。
换我上去，一招都接不住。力道控制的刚刚好，看起来够惨烈了。该结束了。我没看错吧？李虎被一掌秒杀了？怎么可能？李虎居然败了！此战苏明胜。太强了！原来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李虎师兄在他手下竟走不过一招，幸好我没遇上他，这实力恐怕是这次大比的冠军人选了。一掌秒杀炼气9层巅峰，动静还是闹得太大了点。不过，总算震慑了所有人，接下来的比试应该会顺利很多。奇怪，这些人都是炼气9层巅峰，是夺冠热门，为何集体缺席？难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嗨，一群新来的懂什么？真以为这次大比的冠军有多大含金量？可不是嘛！真正有本事的，谁还耐着性子等这3年一次的大比？早就另寻他路了。另寻他路？你们是不知道，咱们外门真正厉害的不是大比冠军，而是外门榜上的那108位爷。没错，能上榜的哪个不是炼气后期的佼佼者？甚至还有半步筑基的怪物，他们才是外门真正的天花板。那可不，而且只要能冲进外门榜前10，就有资格直接挑战内门师兄师姐。一旦成功，立刻就能晋升内门，那待遇可比大比晋升好上10倍不止。原来如此，外门的天才是走了挑战内门弟子这条路，提前进入内门。难怪这次大比感觉顶尖高手少了许多。所以说啊，这次大比顶了天，也就是从一群矮子里拔将军。冠军又能强到哪里去？挑战内门弟子虽然诱人，但动静太大，容易暴露我真正的实力。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贡献点。大比冠军奖励的贡献点，对我来说，这才是最稳妥、最快捷的方式。既然那些顶尖高手都不在，这冠军我拿定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下场比试就显露出筑基初期的实力吧。以临阵突破为借口，既能展现压倒性的优势，轻松夺冠，又能完美解释实力的增长，完美。第2轮苏明对战石磊，开始。磐石护体诀。是石磊师兄的磐石护体诀，听说他的防御力在外门能排进前3。没错，我亲眼见过，他曾经硬扛着3个炼气9层的围攻，结果自己毫发无伤，把那3个人活活耗到灵力枯竭。这苏明上一场虽然赢得干脆，但他身法灵动，明显是速度型选手。遇到石磊师兄这种铜墙铁壁，怕是要被克制死了。哼，花里胡哨！苏明，你的攻击就这点力道吗？跟挠痒痒一样。不行了，苏明灵力要耗尽了。果然还是修为差距太大了，对上9层巅峰的石磊师兄根本没得打。可惜还是差了一筹，再打下去必败无疑。结束了，看我一招败你！这是筑基期的威压，临阵突破。筑基，苏师兄，苏师兄，筑基期是筑基期，天啊！哇，快看，是他们两个来了来了！决赛终于开始了。秦天师兄可是半步筑基的强者，秦天此子根基扎实，离真正的筑基也只差临门一脚，不知对上苏明有没有胜算。
比试开始。苏师弟，接我最强一招惊涛骇浪掌！天哪，这一掌的威力堪比筑基期，这谁能接得住啊？哦，这才是真正的筑基之威，我连他的一丝威压都抵挡不住。我认输。本场比试，苏明胜。本届外门大比的魁首是苏明。苏师兄，你太厉害了，冠军！你真的拿了冠军，我就知道。外门大比前10弟子上前领奖。亚军秦天，本届外门大比魁首苏明。苏明，你以新晋筑基之身夺得外门魁首，实乃我青云学院之幸事。但切记，修道之路如逆水行舟，务必戒骄戒躁，方能走得更远。多谢长老教诲。此乃冠军奖励，内含1500贡献点的玉牌、下品灵器清风飞剑，以及可自由进入万法楼3层一次的凭证。加之上之前积攒，现在已经有2000多个贡献点了。这外门大比的魁首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受重视。师兄，小弟有一事不明，想向您请教。苏师弟客气了，但说无妨。为何今日大比颁奖如此盛世，却不见内门长老甚至宗主前来？苏师弟，你有所不知啊，这外门大比在我们看来是天大的事，但在那些高层眼中，说句不好的，不过是筛选苗子的儿童游戏罢了。儿童游戏？没错，真正的合弟子圈子，外门筑基者百中无一，只有晋升内门，并且在内门闯出一番名堂，才有可能真正进入那些大人物的法眼。你这次夺得魁首，最大的好处不是这些奖励，而是获得了一个跳板，一个进入内门的资格和初始资源。多谢师兄指点，才刚刚开始呢。原来如此，外门魁首仅仅是一个开始，内门更广阔的天地，我来了。苏明，你可算来了！快，我这新炼了一炉宝贝，就等你来品鉴了。此乃赤炎爆气丹，我耗费了足足3个月心血才炼制而成，能极大激发火灵力，帮助炼气后期的弟子一举冲破瓶颈。听起来是好东西。好是好，就是副作用有点狂暴。上一批试药的弟子只吃了半颗就灵力暴走，差点把这丹房的墙给轰塌了。我试试。腹中微微发热，然后就没了。没了？就这？没感觉灵力要爆炸？没想打人？没想拆房子？没有。怪哉！苏师弟，你这体质简就是为试药而生的啊！完美的人形丹药效果测试仪。苏师弟，你怎么又跑来接这种试药的小任务了？太掉价了！赚点贡献点而已。嘿，想赚贡献点，我给你推荐个好地方。你听说过青云塔吗？那可是咱们学院最神秘、最厉害的实炼之地，传闻是开山祖师爷用无上神通炼制的，总共99层，每一层的考验都不同，战斗力、心性、悟性、神魂，包罗万象。
听说过，过会儿正准备去。青云塔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大了去了，闯过每一层都能获得海量的贡献点，而且最关键的是，塔外有一块通天碑，可以匿名留名。你只需要留个代号，谁也不知道那个打破记录的牛人到底是谁。匿名？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正愁没办法毫无顾忌地检验金丹期的真正实力，这青云塔来得正好。陈兄，这青云塔在何处？就在那儿，内门试炼峰。走，我带你去看看。看，这就是青源塔，咱们学院的圣地。那块碑就是通天碑，上面记录的可都是几百年来最顶尖的天才。有点意思。那就是入口，只要拿着身份令牌站进去就行。祝你好运啊，苏师弟，争取留个名，让我也跟着沾沾光。见你吉言。欢迎来到青云塔第1层，考验内容：在1炷香时间内击败10具炼气8层至9层的灵力傀儡。考验开始。太慢了。考验通过，用时9息，评价完美。这种程度连热身都算不上。快看，碑上多了个新人！啊，无名，这是谁呀？连真名都不敢留，起个代号就想来闯塔。估计是哪个刚入门的师弟，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这青云塔是什么人都能闯的。我猜啊，他最多闯到第3层就得被揍出来。第1层用时9息。9息？我没看错吧？张衡师兄当年创下的记录可是12息啊！第2层用10息破纪录，第3层用11息破纪录，第10层用时15息。一炷香，不到1炷香的时间，他从第1层冲到了第10层，还把所有记录全破了，这他妈是人吗？20层了，30层，天啊！内门榜前10的师兄师姐的记录全没了，这速度也太恐怖了！你看，记录全都被缩短了1半以上。年轻人，你天纵奇才，朕愿封你为国师，与朕共掌天下，江山美人，万世荣华，皆在你一念之间。你可愿意？就这点伎俩，无聊。第31层心魔考验通过，用时1息。有点意思了，可惜还不够。半个时辰，他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妖孽，这绝对是个不出世的妖孽！此子恐怖如斯。无名，苏师弟，不会吧？虽然觉得很荒谬，但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创造奇迹的人就是他呢？
总算有点意思了。第60层综合实战考验通过，用时5息。这第70层是横亘在无数内门弟子甚至核心弟子面前的天堑，是只属于传奇的领域。70层，我不是在做梦吧？剑校几千年来能上去的弟子，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是谁？他到底是谁？这等天资，就算是我们青云学院的首席大弟子，当年也做不到吧？第70层，他还是人吗？通天塔第70层，还是个叫无名的弟子，是真的。此等妖孽竟在我青云学院，而我等竟毫不知情，此次必须收到我的门下。这等璞玉若能细心雕琢，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快去查！第70层已经足够了，再往上就不是筑基期能解释的范畴了。虽然我的实力远不止于此，但太过妖孽，必然会引来那些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低调发育才是王道。退出。饭桶，都是饭桶！查了1天1夜，连个人都查不出来。我青云学院什么时候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回禀太上长老，此人登记时用的就是无名2字，入塔记录上根本无迹可寻。我们真的尽力了，尽力了！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给我听好了，弟子在，立刻去守住青云塔门口，把近1个月所有进出过青云塔的弟子名单全部给我调出来，一个一个排查。就算是把整个青云学院翻个底朝天，也必须把这块绝世璞玉给我挖出来。是，弟子遵命。1天1夜直通70层，这道心，这毅力坚如神铁，此子必须由老夫亲自教导。贡献点3200点，闯1次塔收获居然如此丰厚。去万法楼换取功法的要求已经达到了。风头太盛不是好事，万法楼不急着去，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沉淀一下闯塔的感悟。根基必须稳固，心境也要调整到古井不波的最佳状态。金丹期的根基已经彻底稳固，心境也已调整至巅峰，是时候了。3200点贡献点，进去吧。里面的功法只可抄录，不可带出原本，严禁外传，否则魂飞魄散，后果自负。弟子明白。啊，舒服。血魔经，需以生灵精血为引，修炼有成，亦会沦为只知杀戮的血魔。副作用不错，但还不够猛。白骨镇魂道，修炼此法，日夜将受999个冤魂纠缠，直至神魂崩溃。有点意思，可惜只是折磨，不够致命。解体大法。引爆自身，形神俱灭，与敌同归于尽，这简直是自杀功法。副作用倒是顶天了，可惜是一次性的。哦，
主修神魂会让神魂日夜受阴火焚烧的九幽炼魂曲，引万毒入体，淬炼肉身，九死一生的万毒淬体经，还有直指本心，放大七情六欲，极易彻底封魔的七情断魂诀，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尝尝这些功法的副作用了。它们都将成为我修为飞速提升的绝佳饮料。属下无能，追寻苏克至今仍无结果，请主上责罚。苏克，逃了便逃了吧，你身上带回来的这缕气息倒是更有趣。主上，这是属下在青云学院外与一名弟子交手时沾染上。同根同源，却比苏克的更加纯粹，更加凝练，就像是被提存了千百遍的核心之毒。传我命令，暂缓追寻苏克，动用东域所有暗桩，给本座查清这叫苏明的弟子，他的一切。遵命。哈哈哈，金丹中期，这神魂焚烧的剧痛，肉身腐烂的折磨，心魔噬咬的疯狂，真是太美了。不对劲，身体和神魂对这些副作用的抗性越来越强了，这毒吃起来没那么带劲了。而且这青云学院的灵气太过纯净，反而压制了魔功的效率。看来得找个毒性更猛的地方继续我的修炼大业。我接了，我接了。哎，你也要接这个任务？我也正想接呢。我也想接。血色任务：勘探陨魔深渊，绘制地图。陨魔深渊，那不是东域三大禁地之一吗？听说金丹期进去都活不过3天。100年来接这个任务的师兄师姐就没一个活着回来的。上古魔神陨落之地，魔气冲天，怨念不散，最低奖励1万贡献点，上不封顶。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修炼圣地。啊，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任务？这陨魔深渊9死1生，不是10死无生啊！你年纪轻轻，何必想不开？是，麻烦登记。孩子，听我一句劝，换一个吧。你这等天赋，何愁没有出头之日？何必去送死？富贵险中求，陨魔深渊，我来了。他真的接了陨魔深渊的血色任务，真是疯了，仗着自己是天才，连命都不要了。天才？我看是蠢材。陨魔深渊是什么地方？100年来，金丹后期的大师兄进去都尸骨无存，他这是去给里头的魔物送点心吗？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强者之心吗？我辈修士本就是与天争命，畏首畏尾，如何能登临大道？又一个，希望你能创造奇迹吧，孩子。金丹中期，稳固，神魂、肉身皆在巅峰，万事俱备，就看你这陨魔深渊能给我多大的惊喜了。该死的青云学院，这龟壳阵法隔绝天机，竟让本座温养了数月都无法锁定方位。哈哈哈！出来了！你终于从那龟壳里出来了！猎物出笼，主上一定会对这份礼物非常满意。小老鼠，别跑得太快，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听说了吗？最近出了个奇才，青云学院响当当的青云塔，这人一口气闯到了第70层，而且还是个新人。新人怎么可能？而且我还听说，所有人把青云学院被翻个底朝天都没找出这人是谁，那可真是太神了。哼，有意思。红尘炼心，果真能让心境更加澄澈。
金丹中期的修为也彻底稳固了。果然被盯上了，这窥探感极其隐晦，若非我神魂远超常人，只怕难以察觉。哼，倒是有些意思。就是这里了。哼，竟然自己闯进了乱石谷，真是自掘坟墓。那地方地形复杂，正适合本座施展手段。看你这次往哪里逃！小老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吗？你逃不掉的。竟然是个元婴邪修，正好。金丹中期后，我还没真正全力出手过，你会是个不错的魔道师，而且魔道功法大补之物，这次或许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猎物进笼了。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气息了，你再怎么逃跑也是逃不掉的。不可能！我的敛息逆影之术，连元婴后期的修士都难以察觉，他一个区区金丹是如何识破的？你就像一只不敢见光的老鼠，在阴沟里。堂堂元婴邪修，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本事吗？庶子，你在找死！小子，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跪下自废修为，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否则我必让你尝遍搜魂炼魄之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废话真多，弱者的叫嚣总是格外响亮。好，很好。给本座化为飞灰吧！不朽浪潮，来得好！我的腐朽之力，怎么可能？他竟然被克制了！不仅能克制，还能超度呢。超度，好大的口气！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气息了，你再怎么逃跑也是逃不掉的。不可能！我的敛息逆影之术，连元婴后期的修士都难以察觉，他一个区区金丹是如何识破的？你就像一只不敢见光的老鼠，在阴沟里。堂堂元婴邪修，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本事吗？庶子，你在找死！小子，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跪下自废修为，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否则我必让你尝遍搜魂炼魄之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废话真多，弱者的叫嚣总是格外响亮。好，很好。给本座化为飞灰吧！不朽浪潮，来得好！我的腐朽之力，怎么可能？他竟然被克制了！不仅能克制，还能超度呢。超度，好大的口气！
不可能，这可是主上的本源之力，你怎么可能吸收它？还要多谢你的馈赠，这味道不错。现在该送你上路了。不，主上不会放过你的。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好东西。这个戒指和令牌看着不错。一堆劣质的魔道材料，几块下品灵石，还有几件破烂法器和些不三不四的衣服。考了半天，原来是个穷鬼。哼，雕虫小技。苏克山。二哥，这墨鸦口中的主上目标竟然是二哥苏克！不行，我必须尽快变强。哼，这里的空气可比学院里的那些灵气提神醒脑多了。检测到高浓度魔气侵蚀，判定为强烈负面状态。来吧，来的再多一点。丁，负面状态转化中。丁，恭喜宿主修为得到大幅度提升。丁，恭喜宿主神魂强度得到显著增强。就是这种感觉，太熟悉了。我拿你练练手。金丹中期还不够，我要冲击后期，甚至更高。二哥，等我！任何想动你的人，我都会让他形神俱灭。有古怪，如此磅礴的魔气，竟然无法侵入那片地方。好强的禁制，越是这样，就说明里面的东西越不简单。原来如此，久为奇术，破而后立。
这究竟是何等功法？吾乃道明传人，此法名为道心主魔大法，以剑道心为炉，以无上魔念为种，炼道魔于一体，方可证得无上大道。今曰道心不坚者，魔念噬魂，万劫不复，切勿修行。这就是我的终极说明书。多谢前辈赐法，金丹后期，这才是真正的道魔一体。运转起来的确不一样。我没眼花吧？那是苏明。不可能，他不是接了那个十死无生的勘探陨魔深渊的任务吗？怎么可能活着回来？是啊，那可是死亡任务，连内门精英都不敢碰。他一个新晋弟子，难道任务有误？张指示，弟子苏明前来交接勘探陨魔深渊任务。你说什么？交接哪个任务？苏明，勘探陨魔深渊，没错啊，小子，真是你，胳膊腿都在，神智也挺清醒的。小子，你到底是怎么活着出来的？指示明鉴，弟子运气好，刚进深渊没多久，就脚下一滑，掉进了一道地缝里。地缝。然后呢？然后就在下面待着，不敢乱动，饿了就啃墙上那些会发光的苔藓。后来不知怎么的，上面传来魔物打斗的动静，天翻地覆的，弟子就趁乱从另一头爬了出来，一路逃回了学院。你这哪是运气好，你这是运气逆天了，掉进地缝躲过魔物，靠吃苔藓活下来，还能趁乱逃生，奇才，真是奇才啊！小子，任务完成了，除了基础奖励，老夫再额外给你追加500贡献点，就当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费了。听我一句劝，以后别再接这种要命的任务了。你这种运气，用一次少一次啊！多谢指示提点，弟子记下了。院长，我们堂堂长老会就为了这么个外门弟子，在这儿浪费了半天功夫。这小子入门测试时平平无奇，结果呢，黑风寨任务他活下来了，外门大比他拿了第一，现在连陨魔深渊这种绝地他都能安然无恙的回来。这运气好的简直不像是真的。我查过他的底细，青阳城苏家子弟，中品灵根。可他从炼器初期到如今的筑基期，满打满算不过数月，这种速度太过诡异了。此子身上的气运浓厚的不正常，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怀疑他要么是得了什么惊天秘宝，要么就是被某个老怪物给夺舍了。三位的看法与本座不谋而合。苍龙玉佩，这是东域那位前辈的信物啊！那位前辈竟然来过我们青云学院，这怎么可能？数月前，那位前辈亲临此殿，将这枚玉佩交于本座。前辈嘱咐，要学院对苏明多加照看，悉心引导，万不可让其误入歧途。多加照看，悉心引导。难道前辈是担心这苏明会走上邪路？我明白了，前辈的意思是，这小子的机缘太过特殊，容易滋生心魔，所以才让我们照看。这照看根本就是严密监视的意思。对，一旦他有半点误入歧途的苗头，我们就得强行引导，将他拨回正途。三位所言极是，前辈高瞻远瞩，我等绝不能辜负其托付。传我命令，即刻启动后山禁地的关威阵。关威阵，院长，那可是我院最高等级的监察法阵。没错，将法阵核心对准苏明所在的主运院，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观察。记住，只可远观，不可惊动。我们必须先查清他身上的所有秘密，这既是为了完成前辈的嘱托，也是为了我青云学院万年的基业。
是，我等谨遵院长法旨。千面幻身诀就是它了。丁，功法名称：千面幻身诀，类别：上古幻术秘法，效果：可随心所欲改变自身容貌、身形、气息，伪装效果天衣无缝，非高出2个大境界者不可看破。副作用：修炼此法需以一缕神魂本源为引，导致神魂永久缺损，悟性大幅衰减，长时间维持幻化，将对肉身造成不可逆的侵蚀，最终有化为泡影之危。神魂缺损，悟性衰减，化为泡影，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绝世神功。检测到副作用：神魂缺损，肉身虚化。副作用正在转换为正面增益效果，转换成功。增益效果：您的神魂本源在缺损的刺激下得到深度滋养与壮大，变得更为凝练坚韧，您的悟性因此大幅度提升。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不错。这是什么功法？改换容貌，伪装气息，这是魔道手段，能在炼气期和金丹期之间肆意切换威压，这等幻术闻所未闻，它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他之前的一切都是伪装，什么炼气期，什么筑基期，都是他装出来的。院长，这苏明的真实修为恐怕是金丹期，而且不是普通的金丹期，不会是被夺舍了吧？图谋不轨，夺舍。看来我们都小看他了，这不是机缘，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夺舍，这绝对是夺舍。没错，他怎么可能懂这种神鬼莫测的魔功？定是有老魔头占据了他的肉身。院长，快启动护身大阵，将其就地镇上。等等，有点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再等下去，我天眼道院就要大祸临头了。你们见过哪个夺舍成功的老魔头，不先找个地方稳固修为、巩固神魂，反而第一时间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平无奇的路人甲，活跃在外面的？他的魂魄本源并未改变，不是夺舍，不是夺舍，那这是什么手段？这等幻术我闻所未闻，恐怕内门最擅长此道的亲传弟子给他提鞋都不配。何止是提鞋不配，就算是亲传弟子也很难习得这种功法。看来此子身上的秘密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寻常的观察已经没用了。吴长老，院长有何吩咐？你以指点新进弟子为由，去竹韵院附近走一趟，与他偶遇。院长的意思是要主动出击，试探他的虚实。正是，但切记不可打草惊蛇，一切务求自然。用你的问心阵盘探一探他的底。院长放心，我这问心阵盘一旦催动，便与天地气机相合，无形无相。只要与他搭上话，他但凡有一句谎言，一丝心神波动，都逃不过我的感知。修炼的太投入，都忘了时辰，正好去膳食堂犒劳一下自己，顺便听听最近又有什么八卦。嘿，小友，你好啊！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时间点出现在我这儿，来者不善。弟子苏明拜见长老，不知长老驾到，有失远迎，还望长老恕罪。无妨，老夫只是路过此地，见此地竹韵清幽，灵气盎然，便过来看看。你就是苏明？丁，检测到外界神魂攻击，副作用判定神魂缺损，肉身虚化，正在为您启动逆转增益。增益转换成功，神魂坚韧度提升。毫无反应，我的问心阵盘竟然失效了。难道他真的只是个心性纯良的普通弟子？回长老，弟子正是苏明，弟子资质愚钝，让长老见笑了。哈哈，小友不必妄自菲薄，老夫观你根骨清奇，神完气足，是个修行的好苗子，尤其是在阵法一道上，似乎颇有天赋啊。老夫乃阵法堂长老吴奇，
平生最喜提携后辈。这卷上古残阵图拓本乃是老夫早年游历所得，其中蕴含阵道智理。你若有心，可随老夫去阵法堂坐坐，老夫或可指点你一二。怎么可能？只有纯粹的求知欲和喜悦，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此子心性竟纯粹如斯，连上古阵图的诱惑都无法让他生出一丝贪念，只有对知识的渴望。今日天色已晚，此事改日再说。你好生修炼。一个长老的试探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怕是有更多的试探，绝不能暴露我自己。在他们眼里，我若不是身怀惊天秘宝，就是被某个老怪物夺舍重生，无论哪一种下场，都只有一个：被切片研究。跟青云学院这个庞然大物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此地绝不可久留。千面幻身诀，丁检测到功法副作用，神魂缺损，肉身虚化。正在为您启动逆转增益，增益转换成功，伪装气息完美无瑕，根骨模拟度提升。随便看，功法秘文、地图杂记应有记。老板，来一份东域最详细的舆图预检。师兄，我接这个采集青露草的任务。青露草为期3天，就在青云山脉外，身份玉牌拿来登记。大哥曾说，青云结界虽强，却非无懈可击。每逢子时，天地灵气潮汐冲刷，在固定的节点会有一瞬的呼吸，结界之力在那一刻薄如蝉翼。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陈凯、萧青、张德明，抱歉了，此地已成龙潭虎穴，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走。他日若有机会，再会。苏明，奉长老殿之命，请你前往禁区。跟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废物废什么话？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给我开！
这是苏明的灵气，但快要散尽了，人呢？跑了？不可能，他怎么敢在青云学院逃跑？出大事了！怎么可能跑得掉？快，立刻传讯给堂主和长老殿。你说什么？一个普通的弟子在你们执法堂的眼皮子底下就这么跑了？废物，通通都是废物！院长息怒，我方才查看了护山大阵的枢纽，并无任何被强行破开的痕迹。如果老夫没有猜错，他应该是利用了此时天地灵气潮汐冲刷结界时那万中无一的呼吸节点，精准地穿了出去。好一个苏明，倒是老夫小瞧他了。传我命令，立刻将苏明列为1级观察目标，把他画像和所有信息秘密传给我们安插在各地的所有眼线和附属势力。一旦发现他的踪迹，不必抓捕，立刻上报，老夫要亲自去会会他。袁院长，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我方才品茶，心有所感，便掐指一算，算到我的一个晚辈叫苏明的，好像在贵院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前辈，您言重了，这是个误会。我只是让你们照看一下我弟，顺便让他历练历练。你们怎么就把他逼得连……这就是北荒，果然是正道修士的禁区，却是我的天堂。这狂暴的灵气对我修炼魔功反而大有裨益。入城费100块下品灵石，或者1块中品灵石。官爷，给您数数。进去吧，小子，看你一副菜鸟样，提醒你一句，在黑水城别惹你惹不起的人，也别信那些主动对你笑的人，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多谢官爷提醒，小子记下了。刚出炉的妖兽腿，蕴含精纯气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上古洞府地图残片，只要50灵石，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北荒果然名不虚传。这里的每一个人手上都沾过血，不过越是混乱的地方，机会就越多。上古宝剑只需要80块灵石，走过路过别错过了。主殿是掌柜的，请问怎么收费？上访1天5块中品灵石，附送一个3品防御阵法，保证你睡得安稳。这么贵，掌柜的能不能……小兄弟，第一次来黑水城吧？我这价格买的是命，你要是嫌贵，可以去外面随便找个地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掌柜的说的是我不懂规矩，这是5天的房钱，先付了。爽快，看你顺眼，免费送你3句忠告：第一，在黑水城别露富；第二，不该看的别看，不该管的别管；第三，这里不认身份，只认拳头，实力才是唯一的硬通货。多谢掌柜提点，小子受教了。听说了，万宝楼这次要玩大的，100年一次的暗夜拍卖会又要开了。
何止啊！据说连传说中能助人突破元婴的化婴丹都可能出现。不止丹药，还有从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邪门宝贝。每次这种拍卖会都得死几个人抢东西。万宝楼暗夜拍卖会，化婴丹有意思。客人要的东西，拍卖会请柬和拍品名录都在里面了。寻常的法宝丹药没什么意思。这是……所有家当加起来也不过2万多上品灵石，距离10万的起拍价还差得远，正常的路子肯定来不及了。看来只有去那个地方了，地下黑市赌斗场。下一让我们欢迎已经取得5连胜的霸主碎骨者，而他的对手是今天第1次登台的新人鬼影。比赛开始。胜！哈哈哈！哪来的瘦猴？小子，现在跪下来，给老子磕3个响头，再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我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找死！该死的泥鳅，有种别躲，跟我正面打一场！赢了，赢了！老子压的鬼影1赔10，发财了！妈的，怎么可能？碎骨者竟然被一个新人秒了！20连胜，不可思议！鬼影选手再次创造了奇迹，让我原来是鬼影大人，请随我来。大人，您在赌斗场的20连胜战绩已足够获得我们天字号包厢的资格。这禁制足以隔绝元婴期神识的探查，黑水商会果然名不虚传。小女子火灵儿，欢迎各位道友光临暗夜拍卖会，请看第1件拍品深海龙涎香，1万上品灵石，12000上品灵石。哼，这种安神至宝，1万就想拿走，我出3万，我出4万5，
上品法宝起拍价10万、11万、12万、13万、 13万一次，13万2次，还有要加价的吗？成交！恭喜这位道友拍的此件物品。接下来将是本次拍卖会最受瞩目也最危险的一件拍品。此物乃是我黑水商会于一处上古战场遗迹中偶然所得，经化神期太上长老鉴定为上古魔神心脏碎片。它蕴含的力量足以让元婴大能为之疯狂，当然，其中的暴力魔能也极度危险，一旦失控，便是神魂俱灭的下场，机遇与死亡并存，就看哪位道友有这个胆魄与机缘了。魔神心脏碎片，起拍价10万上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我魔焰门出11万，此物与我们功法相合，还望各位给个面子。哼，魔焰门好大的面子，我血煞宗出13万。血煞宗，你们想开战吗？15万、20万。20万一次，20万2次，还有没有更高的？若没有，这魔神心脏25万。3号房的朋友，哪条道上的？我说了，此物我魔焰门要了，你确定要和我魔焰门作对？价高者得，这是万宝楼的规矩。魔焰门长老，您还加价吗？好一个价高者得！本长老倒要看看你有多厚的家底。26万、30万。疯子，你是个疯子！31万、40万。40万，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比40万更高的价格？50万。50万上品灵石成交！恭喜天子3号包厢的鬼影大人拍的魔神心脏碎片，终于到手了。鬼影大人，50万上品灵石，分文不差。这魔神心脏碎片便归你了。老夫多嘴一句，你今日在拍卖会上锋芒太盛，得罪了很多人，出了这万宝楼的门，是生是死，便与我万宝楼再无干系。城东听雨巷是几家势力的交界地，3不管，今夜想必会很热闹。多谢。终于来了，就让我看看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本事。
小子，把你那储物袋和装心脏的盒子交出来，再自断双臂，老子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哈哈哈，李元霸何必跟他废话？你我联手，先宰了他，东西再平分，如何？两位前辈在此，晚辈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告辞。你们是赶着去投胎吗？正好，也省得我一个个去找了。放肆！不知死活的东西，结阵！金丹中期，怎么有这么强的气势？一群蝼蚁！你敢！镇山印，给我砸死他！谢顿大法，想走？万魂噬影诀。检测到宿主正在对魔道修士使用功法万魂噬影诀，该功法对魔道功法及魔修存在天生克制效果，吞噬效率提升300%。不，这是什么功法？我的魔元，我的神魂！一夜之间连挑黑水李家和羡煞门，这个鬼影还真是条过江猛龙。可惜啊，全城封锁，怕是活不过今晚了。那可未必，不如我们当面谈一笔交易。谁？滚出来！在下此来并无恶意，我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闭关之所。作为回报，我可以答应为媚娘掌事做3件事。3件事，阁下好大的口气！为了你得罪黑水商会和血煞门这2大势力，你觉得你那3件事值这个价吗？如果我承诺10年之内踏入化神呢？你今日庇护的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投资一位未来的化神强者。好一个未来的化神强者！这笔生意我万宝楼做了。贵客，请跟我来。这里是九幽密室，由隔神石打造，就算是化神老祖亲至，神识也无法探查分毫。在这里你是绝对安全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好自为之。这股魔念远超之前血煞门的诅咒之种1000倍100倍。来得好，正好拿你们来淬炼我的神魂。检测到极其强烈的副作用，魔念侵蚀、精神污染、意志撕裂、灵魂熠，正在将所有副作用转换为正面增益效果。转换完毕，增益效果：神魂本源大幅提升，悟性爆发式增长，万魂噬影诀熟练度急速提升，对所有负面精神状态最终抗性提升1000%。
检测到极其强烈的副作用：经脉寸断、灵力暴走、肉身魔化、五脏俱焚。正在将所有副作用转化为正面增益效果。转换完毕，增益效果：经脉韧性与宽度史诗级强化，向道脉蜕变；肉身强度史诗级强化，气血如烘炉；灵力总量与精纯度几何级数增长。恭喜获得被动天赋万魔之躯初级。这就是碎丹成鹰吗？这力量比我预想的还要强横。这是碎丹成鹰的天地印象，紫电绕体，威压如渊，这绝非普通元婴，是传说中的天道元婴。方向是万宝楼。天道元婴，若是能将其炼成大丹，本座的瓶颈或可一举冲破。好，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天道元婴出世，必有虚弱之时，此等造化是我魔夜门的了。那小家伙闭关一日，动静不小，想来收获颇丰，也该出来了。碎丹成鹰，他只用了1天。不好，传我最高指令，启动4项弥天阵，万宝楼进入最高戒严。4项弥天阵，该死！万宝楼竟动用了此等护山大阵。万宝楼上下听令，方才异象乃闻我闭关修炼秘术所致，尔等不必惊慌。即刻起，万宝楼进入最高戒严，阵法之内许进不许出，有擅闯或违令者，杀无赦。宿明，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恭喜苏道友碎丹成鹰，大道可期。多亏媚娘楼主出手相助，否则苏某恐怕早已成了他人丹炉中的一味主药。之前苏某承诺的3件事依然有效。苏道友客气了，你我如今是盟友，守望相助，理所应当。不过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你之前所用的鬼影身份，如今已登上黑水城悬赏榜第1，赏金高的连我都心动。这个身份你绝不可再用了。我便一行随你一同前去。这是何等神妙的异形之术，若非亲眼所见，我绝不敢相信。在下林墨，一介散修，因寻访故友来到黑水城，不料盘缠用尽，听闻万宝楼广纳贤才，特来求职。在下不才，对古物杂学略通一二，不知可否在楼主麾下某个鉴宝师的差事？好一个林墨，好一个略通古物。别说一个鉴宝师，就是让你做我万宝楼的副楼主都使得。从今日起，你便是我万宝楼的客卿鉴宝师，自由出入，不受约束。多谢楼主。万宝楼鉴宝师正好可以接触天下奇珍，寻找能触发副作用的机缘。二哥，还有那个神秘的主上，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的线索了。少爷，这是从北荒黑水城传回的最新密报。代号鬼影的金丹高手阵斩2大元婴老怪，万宝楼附近出现碎丹成鹰的天地异象，以金丹修为逆斩元婴，这种逆天的行事风格，除了我那3弟，还会有谁？备好云州，调集府中所有暗卫。少爷，您这是？我亲自去一趟北荒，一来我要确认3弟是否安全，二来那个神秘势力也该好好查查了。院长，关于苏明的追查毫无进展，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够了，
院长，此事是本座当初被心魔所扰，处置不当，还我命令，即刻撤销对苏明的一切追查与通缉。日后他若返回学院，任何人不得为难。是院长。苏浩那个疯子，他真的会为了他弟弟踏平我青云学院？苏明，你最好永远别回来。哦，又一颗有趣的新星崛起了。这股气息比苏克那个废物要美味太多了。阿影，我要知道这份美味究竟是谁。林先生，您再帮我看看这个，我从妖兽山脉里九死一生才采回来的100年份的凝神草，炼制清心丹的主药，品相尚可，市价30块下品灵石。多谢林先生，林先生真是神眼啊！前面的快点，磨磨蹭蹭的干什么？林先生，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您给看看值钱不？哈，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搞了半天就是块破铁啊！笑死我了！这种废品好意思拿来给林先生长眼？赶紧拿走，别耽误大家时间。肃静。丁，检测到特殊物品荒神之印碎片。物品描述：上古荒神本命神器碎片，蕴含微弱荒古法则之力，集齐9块或可重现部分威能。副作用：与持有者神魂深度绑定，持续吸收生命本源与气运，直至油尽灯枯。碎片间存在宿命吸引力，持有者将被动卷入纷争与追杀，前路九死一生。荒神之印，居然是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副作用正好，我的功法最不怕的就是副作用。材质确实是某种上古合金，可惜灵性流失殆尽，常年被你这等气运衰败之人佩戴，更是沾染了晦气，基本算是一块废铁了。不过我个人对这种稀奇古怪的旧物有点收藏癖好。这样吧，我出100块中品灵石，收了当个摆件，如何？卖，我卖！多谢林先生，多谢林先生。荒神之印，九死一生吗？我倒要看看是怎样的九死一生。来了，这荒神之印的副作用效率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快让开，灵兽车失控了！我的天，这小哥也太倒霉了吧，差点就没命了。倒霉是真倒霉，可命也是真大，这都能躲过去，简直是奇迹。哎呦，小哥怎么又是你？你今天是不是冲撞了什么煞星啊？唉，可能今天确实运气不太好吧。用这种不断发生的意外来试探我的虚实吗？金丹巅峰的刺客倒是有点耐心。跟了大半条街，阁下鞋底快磨穿了吧？自己出来还是我请你？你怎么可能发现我？我的敛息之术，就算是寻常的元婴器也不可能发现我。你的敛息术确实很高明，可惜你对它的渴望，就像黑夜里的火把，太扎眼了。找死！
这不可能！你的刺杀没有半点美感，只有纯粹的杀戮，太低级了。你要干什么？扫魂！不！万魂噬影诀已发动，正在对目标进行搜魂，检测到目标意志力顽强，正在触发副作用，神魂反噬。副作用转换中，增益效果已生成，神魂之力精炼度提升21%，搜魂效率提升500%，获得目标部分刺杀技巧感悟。寻印盟有点意思，看来这块碎片比我想象的还要烫手。大哥，苏浩，他怎么会来这里？元婴大圆满，他的气息比我离开家族时更强了。不知是哪位贵客大驾光临，小女子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我找林先生。原来是找林先生的，贵客请随我来。血脉在共鸣，是苏浩，他竟然直接找来了万宝楼。这柄天风剑，剑身材质是上等的星纹铁，可惜曾被幽冥寒气侵蚀，灵性大。血脉的感应不会错，他就在这里。可此人无论是容貌、心形，还是这股故作长长的气质，都与三弟截然不同。难道是我的错觉？若想修复，需以纯阳之火煅烧49个时辰，再辅以金髓玉液温养，方能重现锋芒。林先生果然慧眼如炬，在下佩服，多谢先生指点。这位客官，不知有什么可以帮您？林先生见多识广，我想请你鉴定一下这枚玉佩的来历。苏家核心子弟的身份玉佩，他这是在逼我。这玉佩，此物名为暖心玉，乃是上古修士为其血脉后人所制。玉中蕴含着极为精妙的血脉禁制，唯有同源血脉方能激发其温养神魂之功效。若是外人以蛮力强行破解，则震毁玉碎，灵性全无。好一个震毁玉碎！林先生果然名不虚传，慧眼如炬。你们万宝楼当真是卧虎藏龙。本人苏浩见猎欣喜，决定在此叨扰几日，与林先生多多请教，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前辈说笑了，我这就给您安排最好的天字号房。有劳了。你小子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一个人就敢闯着吃人的北荒，要是出了事，我怎么跟爹和娘交代？大哥，你不也来了？我能跟你一样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多担心你？你的修为，你小子得了什么奇遇？离开学院后，我无意间获得了一份上古传承，修行法门有些特殊，可以通过吸收各种负面能量来增进修为。怪不得，三弟，我这次来北荒并非偶然，我是在追查一个名为主上的神秘势力。此人势力滔天，麾下强者如云。根据家族密报，
他们在黑水城设下了一处重要据点，负责人代号傀儡师。傀儡师，此人极为诡异，擅长操控傀儡，更能蛊惑人心。我们怀疑他已经渗透进了黑水商会，甚至是魔焰门的高层。大哥，不久前我在黑水城外就曾遭到过一具傀儡的刺杀。什么样的傀儡？一具青铜傀儡，实力堪比金丹中期，背后必然有人操控。看来那傀儡师早就盯上你了。他不是盯上我，是盯上了我们苏家。正好我也想会会这位傀儡师，看看他究竟有几分能耐。傀儡师的事你先别管，你现在的身份是万宝楼的鉴宝师林墨，绝对不能暴露。那我们怎么办？大哥，这人诡计多端，任由他潜伏在黑水城，必成大患。怎么办？我们兄弟来了，当然是把这潭水搅得更浑。我们分头行动，我在明，你在暗，我负责把黑水商会和魔焰门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我身上，闹得越大越好。大哥负责吸引火力，我则在暗中煽风点火，把所有势力的贪点都勾起来。你的任务秘境即将开启的消息散播出去，让所有人盯上这块出去。水浑了，鱼才会乱，藏在泥里的东西自然会显身。不知苏公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商会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废话少说，城西那条黑铁矿脉，我看上了，我出市价1成。你这是明抢，欺人太甚！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来是通知你们，不是跟你们商量。3天之内把地契乖乖送我，否则你们可以掂量掂量，黑水商会这招牌还够不够硬。你就是那个狂徒苏浩，敢来我魔焰门撒野，活腻了！你就是这儿的头？这身修为，给我当个暖脚的仆人，倒是勉强够格。找死！宰了他！狂妄小儿！怎么想动手？我随时在万宝楼恭候大驾。不过我提醒你们一句，来之前最好先把自己的棺材备好，免得到时候没地方躺。唉，整日修补这些寻常法器，实在无趣。若能得些天材地宝，变几炉上古丹药，才不枉此生。这林墨口气倒不小，说自己想摸一门上古丹药。上古丹药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他以为是大白菜吗？林先生说的是啊，两大势力把控资源，我等散修连口汤都喝不上。对了，最近总听人说起，那数十年才开启一次的黑水秘境，似乎就快开了。那里面宝贝无数，可惜啊，入场的令牌千金难求。一个在明处张牙舞爪，一个在暗处故弄玄虚。真当我是傻子吗？这个苏浩不过是个吸引注意力的幌子，真正藏着秘密的是这个叫林墨的鉴宝师，想把水搅浑，引我入局。好，很好，那我就将计就计，把这黑水秘境变成你们兄弟二人的葬身之地。林墨小兄弟，少年英雄啊！林某备下薄酒，想与小兄弟商议一下黑水秘境令牌之事，还望闪光。地点就在听雨轩。李副会长客气了，一定到。这黑水商会向来吃人不吐骨头，这礼服更是笑里藏刀，恐怕是鸿门宴啊！鸿门宴，三弟，宴无好宴，我在外给你压阵，他们若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便踏平整个黑水商会。正好，我倒想看看他这把刀够不够力。林墨，你究竟是什么人？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李副会长费这么大功夫请我来，不是只为了问我的名字吧？有话不如直说。你怎么可能不受影响？李副会长，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上次你派来的那具青铜傀儡被我亲手拆成碎片时，你心疼吗？原来是你！别急着动手，我大哥就在外面等着。他说只要听雨轩里传出半点动静，就踏平你们黑水商会。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记住你了，黑水秘境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盛大葬礼。黑水秘境开启了，冲啊！里面的天材地宝都是我的。三弟，跟紧我，
秘境之内万事小心。大哥放心。副作用随机传送到未知险地已触发，副作用与同伴失散已超额触发，正在进行强制单独传送。大哥，媚娘，这是什么鬼地方？这毒瘴好霸道。检测到高浓度血腐毒瘴，副作用侵蚀肉身、腐蚀经脉、污染元婴，沾染者7息之内将化为一滩血水，正在为您转换增益效果，转换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临时状态，百毒不侵。所有吸入的血腐毒瘴将自动转化为高纯度气血之力，为您淬炼肉身与元婴。哈哈哈，副作用，这分明是超级福利，这地方来对了。哈哈哈哈。正好拿你试试手。这是什么东西？检测到上古符文，正在为您自动翻译。丁，黑水镇狱，此地乃上古监狱，用以镇压禁忌之存在。核心枢纽可控万千阵法。原来如此，礼服这个傀儡师是想释放被镇压在这里的东西。这个标记是傀儡师的独门印记，错不了，就是那个叫礼服的家伙。歼灭幻身诀。丁，副作用转换增益效果，超强洞察力已激活。您已锁定目标非自然能量残留，追踪路线已生成。想在我面前玩花样，我倒要看看你这只老鼠究竟要去哪儿打洞。这秘境空间有古怪，我的神识被严重压制，根本找不到3弟的踪迹。站住！此地的千年龙血藤已被我魔焰门看上，不想死的速速滚开！哼，就凭你一个人也敢觊觎此等天才地宝？老夫给你们3息时间，立刻消失，否则就永远留在这里吧。聒噪，滚开！元婴大圆满。傀儡废都有点意思，看来这趟秘境之行不会无聊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让你们这些螳螂先去给我探探路吧。是傀儡大军，我们中埋伏了！慌什么？一群破铜烂铁而已。谁敢后退，死！我去取东西。你们都给我留下，拖住这些傀儡。丁，检测到高密度愿力杀阵，副作用愿力侵蚀。神魂受损，沦为杀阵一部分，正在转换增益效果。恭喜宿主获得愿力吸收能力，可将阵法愿力转化为精纯神魂能量。愿力杀阵，正好给我当修炼的养料了。咦，
这些傀儡的攻击好像变弱了，刚才还招招致命，现在跟挠痒痒一样。还愣着干什么？给我红开阵眼！给我破！神魂强度已经踏入元婴中期了，这礼服倒真是我的送。快！只要拿到高塔里的镇魔信物，就能开启真正的镇魔殿，里面的传承和至宝就都是我们的了。我倒要看看这镇魔殿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怎么回事？阵法不是破了吗？这些傀儡活了！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我的黑煞傀儡也不是吃素的，给我上！丁，检测到宿主神魂力量大幅提升，已满足特殊场景触发条件，正在解锁副作用逆转新能力。恭喜宿主获得傀儡操控精通。副作用：神魂与傀儡核心绑定，一损俱损，正在转换增益效果。恭喜宿主，神魂可化作无形指令，对范围内的傀儡核心进行抄写植入。抄写植入，有意思，跟黑客写代码差不多。那我就是这片傀儡废都的超级管理员了。指令：清除身上带有黑色傀儡气息的入侵者，执行。混账！到底是谁在搞鬼？李福那个蠢货在前面开路，这镇魔殿的宝贝何该由我赵钱孙拿下？黑水商会的人也来了，还有媚娘，正好人越多水才越浑。既然都来了，就都别走了。前面是什么人？给我滚开！赵钱孙，你也敢来抢我的东西，找死！有意思。李副会长，这么急是赶着去哪儿啊？你怎么可能进来？外面的傀儡大军……哦，你说那些铁疙瘩啊？我让他们陪你的手下多玩一会儿。现在该轮到我们算算账了。元婴，你竟然是元婴期！你到底是谁？一个要你命的人，杀我还那么容易？给我死！禁制开！不过寻常招式。魔影噬魂，终于用上精神攻击了吗？正合我意。不可能！我的魔影噬魂，我的傀儡四线，怎么会全部失效？你！怎么会这样？我的魔影傀儡堪比元婴中期，为什么连他的身都进不了？丁，检测到魔化傀儡核心，副作用20%几率迷失自我，正在转换魔气净化，本次攻击造成300%额外暴击伤害。
我的本命傀儡，我几十年的心血，你竟然毁了它！既然如此，那就谁也别想好过！魔元爆裂筑起！敢动我三弟，放肆！大哥，你来了。雷光，好强的威压，这绝对是顶尖修为的全力一击。是苏家大少苏浩，他竟然也来了！天哪！苏家大少雷霆一击竟然这么强，李父这下失利了，快走快走！5196。三弟，你手上的令牌是这个地方的产物，似乎叫镇魔令。丁，检测到特殊物品镇魔令，物品说明镇压黑水秘境深处镇魔殿核心的4枚钥匙之一。副作用：持有者将被镇魔殿内镇压的强大魔魂视为首要攻击目标，并持续吸引其他对镇魔殿有企图的生灵前来抢夺。移动的活靶子，外加一个自动寻路的宝物罗盘，这副作用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大哥，镇压黑水秘境深处镇魔殿核心的4枚钥匙之一。4枚钥匙之一，糟了！我曾听闻那个神秘的主上势力一直在图谋镇魔殿里的东西，他们手上很可能持有其他的钥匙。这么说，这镇魔殿会是一场大混战，我们必须尽快赶在他们之前。丁，厄运缠身副作用触发。来得好，看我锤爆他的脑袋！丁，厄运缠身副作用触发。这些东西为了攻击无形，有些麻烦。大哥，这个交给我。副作用厄运缠身已转换为增益效果，万魂噬影，功法吞噬效率临时提升300%。三弟，你这功法当真是这些阴邪之物的特性？阁下有一物与我寻印盟渊源颇深，不知阁下与我盟是何关系？滚！否则元婴大圆满，有点意思。不过我寻印盟办事只认目标，不认人。你若执意插手，今天这黑水秘境就是你的埋骨之地。动手！地煞缚灵阵起！我来加固阵法，让他插翅难飞。交出荒神之印，饶你不死！复魂！丁，检测到法宝复魂黑帆攻击。副作用：神魂被禁锢，灵力运转迟滞，产生强烈眩晕感。正在转换增益效果，临时免疫所有神魂类控制效果，并反弹30%的负面精神冲击。找死！雷狱龙枪。送你上路。你们等着，寻印盟绝不会放过你们。三弟，这伙人是什么来头？玄印盟专门寻找什么碎片？大哥，你看这个。荒神之印碎片融合成功，副作用厄运缠身效果提升，被天外陨石砸中的概率提升5%，吸引追杀者范围扩大至500里，增益效果提升，所有由副作用转换的增益效果额外提升20%。这是上赶着给我送宝来了，陨石概率都出来了。大哥，我知道镇魔殿在哪儿了，
我们走。可恶！没有镇魔令，这巨门上的禁制根本无法破解。省长老稍安勿躁，这等上古秘境岂是那么容易进的？说不定机缘未到呢。镇魔令是镇魔令，他只有一个原因出气，旁边那个虽然看不透，但我们这么多人，非为险中求。动手！动手！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大哥，我们开门。镇魔殿是我魔焰门的。文主，您出关了。区区东域来的小白脸儿也敢染指此地传承，滚！哈哈哈！魔门主，好大的威风啊！这镇魔殿乃无主之物，有缘者得之，可不是谁声音大就是谁的。依我看，我们三方不如先合力打开大门，进去之后机缘归属，再各凭本事，如何？没有我的钥匙，你们谁也别想进去。阁下是何人？我只是主上最卑微的仆人，而你就是主上点灵药的祭品。你的灵魂闻起来可真是美味啊！主上，看来这镇魔殿比我想的还要复杂。诸位，此人来路不明，我看我们不如先四方合力打开大门，有什么恩怨，进了殿内再解决。可以，先进去。正好关门打狗。好可怕的气息！这殿里到底镇压着什么？这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传承！好恐怖的力量！哈哈哈，如此至宝，何该归我魔焰门所有？哈哈哈，一群蠢货，真以为主上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你什么意思啊？那个没用的傀儡师没告诉你们吗？主上派我们来此，可不是为了取走这东西，而是为了引爆它，让整个黑水秘境为你们陪葬。疯子！那就看是你的动作快，还是本座的动作快。一切为了主上，都给我消失吧！怎么会这样？你利用了我们，你的目的根本不是传承，我们只是你用来引爆这东西的棋子。恭喜你们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能成为主上大计的一部分是你们的荣幸。三弟，快走，这里要塌了！撕开空间带你出去！各位警告，检测到不可解析之物，世界之源碎片沉睡状态，
副作用：强行唤醒或移动，将导致创世级能量全面暴走，秘境3息内彻底崩溃，所有生灵卷入空间虚无，生存率评估为0。增益转换计算中，警告！警告！危险等级超出系统当前权限，增益转换失败，请宿主立刻远离！立刻远离！无法3D 转换，系统第一次转换失败。原来如此，主上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么保护，而是要彻底毁掉这座小魔禁区。完了，全完了！完了，全完了！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抗衡的力量。黑水秘境的世界本源被引爆了，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嘿嘿嘿嘿嘿，陪着主上的大祭一同埋葬吧，这是你们的荣幸。三弟，别发呆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检测到绝对必死之局，启动最高权限应急方案。选项1：逃离。分析：空间乱流与世界本源暴走，强行破界将被瞬间撕裂，成功概率0.01%。选项2：以身震之。方案：主动吸收并镇压世界之源碎片，副作用99.99%概率神形俱灭，肉身灵魂彻底湮灭。增益0.01%概率完成生命层次跃迁，重塑一切。三弟，你干什么？大哥，替我活下去！不，苏明，回来！三弟，三弟，你怎么样了？你还活着吗？活下来了！我们居然活下来了！不只是活下来了，你看那光茧，那股力量，简直比世界本源还要精纯。这难道是那小子用身体炼化了世界本源碎片所化的至宝？左浩，你弟弟已经死了，这枚光茧乃是天地奇珍，有德者居之。识相的，给老夫滚开！找死！谁敢动我三弟一下，我让他神魂俱灭！死到临头还嘴硬，他一个元婴大圆满，还要分心守护光茧，我们5人联手，他必死无疑。上！来！敢伤我大哥，你们都该死！检测到宿主守护至亲的强烈意愿，正在重新评估风险。评估完毕，获得临时全能，言出法随。黑水秘境限定版。滚！就是现在！三弟，你一定要撑住，大哥会为你护法，直到你出来为止。警告：宿主与世界之源碎片同调率卡在30%，神魂即将崩溃，融合失败，倒计时。蠢货！是功法里的那道意志？你以为是承受是融合？真是天大的笑话！若只是被动承受，再强的神魂也要被这世界本源撑爆。那我该怎么做？听好了，
此功法并非万魂噬影真诀，修的乃是万法归一的一，是吞噬，是掠夺，而非祈求。以你之魂化作熔炉，将这混乱的世界本源给本座炼了它。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不是我融入它，而是它归于我。万魂噬影诀已成功进阶为归一真经，与世界之源碎片同调率突破瓶颈，40%、60%、80%、99%。修为突破，元婴中期；修为突破，元婴后期；修为突破，元婴大圆满。给我破！这股气息远超元婴，如同家族里必死关的老祖宗。难道三弟他要原地化神了？与世界之源碎片同调率100%，融合成功。恭喜四主修为突破，化神初期。这就是化神境吗？我的身体仿佛成了一个小世界的雏形。三弟，你真的，你成功了，你踏入化神境了。大哥，侥幸而已。什么侥幸？这可是化神，我们苏家不，整个东域都多少年没出过这么年轻的化神了。我们快出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和老祖。现在还不是时候，外面有客人等着我们。客人？一群想置我于死地。来自主上的客人，我们得先去打个招呼。三弟，你哦，居然能从秘境里活着出来，还只出来了2个，看来是侥幸得到了些机缘。不必废话了，启动十方绝杀阵，把他们连同这片空间一起搅碎，别让主上等急了。三弟小心！聒噪！化神，你是化神强者，绝对之处。检测到对方的恐惧、绝望情绪，副作用逆转，情绪增益效果触发，获得对方部分记忆信息。原来在那。大哥，回神了，我们该去拜访一下那位主上了。滚出来受死！真没想到，区区一个蝼蚁，竟也能成长到这一步。你化神了，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想杀我，你还嫩了点儿。苏明，你的确很强，但想留下我还不够资格。三弟，他跑了。再见之时，必取你命。还没有明儿和浩儿的消息吗？唉，家主，当务之急是立刻收缩所有在外产业，开启护族大阵，万一我们也好固守待援。浩儿、明儿，你们没事，太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明儿，你的修为我怎么一点都看不透了？化神，
明儿化神了！好，我们苏家将再次崛起。自今日起，苏家有我庇护，必将登临东域之巅。三弟，主上跑得无影无踪，这老巢里也空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他虽然逃了，但留下的七夕诡计还在，并且葬神渊深处定有他部下的后手。先清理此处，斩断他的根基。检测到主上残留的黑暗阵法，副作用厄运缠身，触发阵法反噬之力提升50%，增益转换成功，获得阵法解析能力，可直接破解同等级黑暗阵法。增益转换成功，获得阵法解析能力，可直接破解同等级黑暗阵法。这也太神了！大哥，清理完这里，我们先回苏家。主上不会善罢甘休的，定会卷土重来。苏家需做好万全准备。明儿，自你化神的消息传开，周边各大家族都派人来道贺，我们苏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为此，我特意筹办了庆功宴。苏明小友，如今主上未除，始终是心腹大患。此时办庆功宴，会不会引来祸端？大长老不必忧心，这个庆功宴不仅要办，还要大办。这是何意？庆祝我化神事小，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凝聚东域各大家族的人心。毕竟主上未除，众人需抱团取暖，与其忧虑，不如主动拉拢人心。苏明乃是东域千年未有之奇才，我代表李氏家族敬苏明大人一杯。敬苏明大人！多谢各位的抬爱。今日之宴不仅是庆祝我苏明化神，还有一件大事需同各位共同商议。主上势力未除，东域仍危在旦夕，我代表苏家盛邀诸位共结同盟，以御劲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苏大人有此心意，我等万死不辞，愿奉苏家为盟主，听候苏大人调遣。哈哈哈！恭喜苏大人化神！听说苏大人今日设宴，宴请天下宾客，我家主人特地命我携大礼前来道贺。你家主人是何人？苏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日子不是才见过吗？苏明，恭喜你踏入化神境，只是这化神之喜，恐怕要变成丧家之痛了。你以为召集这些废物就能挡住本座吗？今日本座便送你一份大礼，这盒子里是本座精心炼制的噬魂杖，只需片刻，在场所有人的神魂都会被其吞噬。今日便是你苏家满门乃至整个东域的忌日。糟了！叮，检测到噬魂杖副作用，神识动荡，神魂吞噬，增益转化效果，获得百毒不侵，神魂将不受任何外物侵扰。叮，检测到大量神魂受损，正在进行增益转化，增益转化成功，恭喜您获得不灭之身。竟然在噬魂谷，我便亲自走一趟。苏明，你终于来了，本想养精蓄锐，待我突破再找你报仇。没想到你竟如此心急，怎么样？喜欢我送你的大礼吗？少废话！你为了提升实力，残害无数修士，炼化神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死期未必，如今炼化了无数神魂，修成了不灭神魂之术。就算你杀了我的肉身，
我的神魂也能逃避，日后必蒙君所爱。不灭神魂在我面前不过是笑话。口气真大，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叮！检测到剧烈伤害，副作用厄运缠身触发，神魂屏障被冲破的概率提升，增益转换成功，获得神魂湮灭之力，可彻底灭杀不灭神魂。受死吧！不可能！从此，东域再无黑暗之患了。